哎，你好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啊，我在这儿做兼职，店长需要我邀请顾客进去参观一下。哎，干嘛？你这孩子！跟爸爸回家啊！谢谢您的好意啊，庄老师，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我可能做不来。听社区的人说，你缺钱啊，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做呀。您又给我开那么高的工资，我知道社区矫正我是您的帮扶对象，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挣您的钱。赚钱是为了找你女朋友，对吗？菲菲，菲菲，我是小林哥，我是你小林哥。菲菲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那你得问问你的好同乡张超。张超，妹妹，没有张超，只有小林哥。妹，听我说，小林哥在，听见了吗？小林哥在。你进戒毒所之后，张超把菲菲骗进了金梦湾会所，在那个地方，
有不同的男人强暴她，被拍成了视频，用来胁迫那些男人，也用来胁迫菲菲。你也看到了，菲菲经受不住精神上的刺激，她疯了。你跑什么呀？啊！你要再不听话，老子弄死你！哼！哎，差不多得了，晚上还有事呢。还有，别穿这么多衣服，客户不喜欢。不可能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是你小林哥，我是你小林哥，我是你小林哥，菲菲。打开。这些都是你拍的吧？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？你的仇人不是我。这杯是我给你的特调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后会有期。科队，报警中心接到电话，有人在洮南河下游目击过丁川。通知所有人，立刻展开抓捕，小心行事，必要时等待增援。是。一队出发。
通知季真。是。甜吗？甜。以后都不会哭了。我这么说，他们能信吗？好，我听你的。菲菲，在这儿要听大夫和护士的话，有什么需要，要和他们讲。谢谢你了。明天见，小林哥。关于犯罪，家人永远知道。只不过，他们通常选择无知或者盲目。你不会是只看了序章吧？元哥，如果是你的亲人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你会包庇，或者大义灭亲，亦或者假装无知？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。你不是说心理学都是胡说八道吗？这本书让人觉得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怪胎，只要避免那些畸形的人生经历，就都是有救的。就算你没救了，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拯救后来者。远哥，你说的对，世界是美好的。你用星星周围的色块号码做了密文，通过位移产生了英文字母，形成了一个培根密码。
但我知道你不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。你在标号为0、1、2、4这5个数字上做了位移，用维吉尼亚密码再次加密了这组培根密码。我就知道，这次还是难不倒元哥。用我的生日做密钥，是怕我解不出来吗？维吉尼亚密码加密，就是为了能被特定的人解出来，不能破解，就没有意义了。密钥是你生日。元哥，你不怕我找不到这里啊？这么简单的坐标破译，你怎么可能找不到？那你今天给我弹的钢琴曲，可就是世界级谜题了。不给点提示？给了通关密码，游戏还有什么意思？不是，7个基本音符，5个8度，弹奏整首曲子1678个音节，再加上节拍轻重，可能性达到1兆亿。你还不如让我大海捞针呢。你不是马上要去读化学了吗？怎么，这点耐心都没有？我对你可比对化学有耐心多了。那你看，都录下来了，上大学不荒废，说不定还没开学呢，我就解出来了。那如果那首曲子是我随便弹的，没有密码，你就一辈子都解不出来了。你不会的。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变成一组密码，把它们加一个前提，层层加密，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不过是你自身的一个执念罢了，你又何必拘泥一个固定的密钥呢？这么多年来和你解谜，就是我生活中最有趣的事儿了。啊，对，咖啡。这个。谢谢。没加奶啊？忘了。核对。从丁川的手机上查到了他和刘婉瑶的网聊记录。之前我们没查到啊，是因为刘婉瑶的电话号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的。刘婉瑶和丁川是在3个月前开始谈的恋爱，后来丁川发现刘婉瑶疑似卖淫，2个人就大吵了一架。因为看到过胡波和刘婉瑶的聊天记录，丁川觉得自己的女朋友是被胡波胁迫的，所以就虐杀了她。那些虐杀的手段都是跟刘婉瑶学的。2个人的聊天记录中提到过一个国外的小众论坛，是关于解剖和虐杀的。2个人也是在这个论坛上认识的。哦，这种食肉细菌是刘婉瑶告诉丁川的。后来丁川想要和好，但前提是刘婉瑶不再接客。可刘婉瑶不愿意放弃优渥的条件，就没答应。所以丁川在杀了胡波之后，用胡波的手机给刘婉瑶发信息，假借介绍客户的名义，约她到胡波的家里来，杀了刘婉瑶，抛尸并清理了现场。他应该没发现这个房间里之前已经发生过一起命案，之后就藏了起来，用胡波的身份和钱生活了一段时间。这要不是胡波家电表欠费，冰柜停止制冷，这个案件我们还发现不了。丁川家里搜出来那些银行卡查出来了吗？哦，找反诈组查了这些卡，这些卡是贩卖个人身份信息的人打包卖出去的。
首先，这些卡没有用来诈骗；其次，每张卡只用一次，而且每次都是正规转账以后立马取现。这就是一个死人能活这么长时间的原因。泽林，哎呀，泽林，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哎，打电话什么事儿啊？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菲菲主动联系我了，还约我今天晚上见面。是吗？哥，你说，趁着今天晚上见面，我主动跟她求婚，她能同意吗？肯定没问题啊！这样，如果他答应你，从今往后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。过去的事儿你也得让他过去，咱谁都不提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晚上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哥俩也过去。啊，完事儿之后咱找一地儿好好的聚一聚。对，谢谢哥，我叫你们来也是这个意思。金木湾会所你们知不知道？他说就在会所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。金木湾，我们哥俩打听打听。谢谢哥。我下午还想准备准备，给菲菲挑个礼物。那行，那就晚上见呗。晚上见。哎，徐哥，可肥找了。今天晚上9点。就在会所旁边那个小巷子里。好，好。贵宾您好，请问您有预定吗？没有。这边请。厅长，先生请。这事儿千万不能捅出去。晴晴，这位顾客没有预定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您几位？目前1位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先生，咱们这儿只剩一个大包了，低消18000。我不确定我的朋友来几位，要不我再等等，看有没有小包出来。可以。好。徐警官，你是？石泽林。石泽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要结果，还是真相？我讲。哎！
贺队，有人打电话报警，说他要报复杀人，公用电话打的，地址在日升街附近。认识啊，很大可能是服毒致死。哦，对了，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。黄明成，徐老师，你终于找我了。我知道你们搞技术的人都很严谨，尸体不解剖，检验结果不出，没办法下结论。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们的经验。初步判定，他就是凶手。根据现场的烟灰还有鞋印儿，推测他是第一个到的，并且等了一段时间，很可能是预谋杀人。你跟石泽林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在社区当志愿者，他是我的帮扶对象，活动的时候见过2次。你的餐厅还承接社区活动呢。徐老师现在还和石泽林在一起吗？那正好，我们见个面吧。复仇杀人会留下遗书是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复仇杀人，不是单纯的报复社会呢？凶手的目的明确，又这么冷静，痕迹这么清晰，看来也没想隐藏自己的犯罪过程。得偿所愿之后自杀，应该会告诉别人他为什么。行了，别在这当福尔摩斯了，让唐世奇查一下这2个电话，看看号码是注册在谁的名下，还有看一下最近的通话记录。好。石泽林死了，怎么会啊？那徐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里啊？这个事件你怎么会来这儿？石泽林是我的帮扶对象，他在我那里申请的生活补贴是由我来负责派送的。我的理由说完了，徐老师呢？
这个怎么解释啊？我听社区的人说石泽林很缺钱，打了好几份工，我就邀他到餐厅里面，问他愿不愿意做服务员。他说可以考虑考虑。我随时将你手上的电话留给了他，让他想好了以后随时可以联系我。联系你了吗？一直没等到回信。我这不想今天晚上过来，好好问问他的吗？石泽林的遗书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徐老师，我这可录着音呢。万一警察发现了石泽林的尸体之后，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麻烦，但是这个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比起我这个外籍爱心志愿者，一个脱去警服的警察出现在受害者的家里，这更说不清楚了吧？石泽林死了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见面，怎么会啊？变成我们共同的秘密。那徐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里啊？这个时间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听说这个石泽林戒毒所出来之后就没再复吸过。我前段时间刚碰到过他，同时打好几份工，挺不容易的。在找女朋友，真是没想到。我们当警察的，把经手的案子都查明白了，也算是告慰了这些死者的在天之灵。核对，工作权。啊，工作权。这个石泽林跟张潮、韩阔是同乡，他就是被这两个人引诱吸毒的，怎么又联系上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认第三个受害者的身份。明明，你先回局里，等一下技术科的报告，咱们去石泽林家里一趟。好，好。徐老师，不愧是教犯罪心理学的，心理素质就是硬。啊，从案发现场回来都不说换身衣服啊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徐老师，你还打算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这是为您考虑，警察可马上就要查到这里了。这是我的诚意。当然，万一警察要查到我的话，我也会一五一十把今天晚上在这里遇到徐老师的事情全部说出来。但是我也相信，徐老师愿意保守我们这个共同的秘密。Thank you.
一会儿上去注意安全。遗书找到了。陆然，你想干嘛？徘徊在幽暗的洞穴，呼声只一种便虚言。凝望深渊里那张脸，不为人知那一面，紧封住我们的高墙，横在眼前如一座戒备。若光是足后误入内，它是否也是一种罪？我深陷又讨厌，缝缝补补之间拆人心，到底有几重结？当睁开眼见黑夜，以为逃出升天，回头看这世界的迷宫，原来我深陷又讨厌，缝缝补补之间拆人心，到底有几重结？当睁开眼见黑夜，以为逃出升天，回头看这世界的迷宫，原来我活着又破裂，是真假之间走不出，灵魂将我围猎，会崩塌也重建，信念不可湮灭。我知道有出口，会存在始终，深信不变。